他这会儿连眼皮都懒得抬，正是好时机，我得寻个空子滑出去。郡主，属下已经叫人堵了韦府的所有出口，绝不会放走一人。你到底要做什么？如果不想让人认出你，就把衣服换了。我在车外等你，你的命眼下捏在我手里，想逃也逃不过我那只熊。识相的就别废话。哼，撞门！一齐使力，给我撞！再来！什么人竟敢擅闯韦府？脑袋不要了！哼，吵！把你们韦府管事的叫出来！韦礼，怎么回事？何人在院中喧哗？老爷安心救免，奴才这就去查看。哼，这府里的人真是越来越没规矩。老爷，良宵苦短，不要管他们。老爷，不好了，金枝郡主到了！你说谁？镇北王府的金枝郡主。你说秦叶的那个孙女？正是。他为何擅闯我韦府？说是有贼人盗取了镇北王府的财物，追踪的时候，贼人进了韦府。什么？速速带路！卑职京都府尹韦学义参见郡主，不知郡主深夜到访，所为何事？捉贼。郡主，这中间是否有什么误会？郡主，东院寻到赃物；郡主，西院寻到赃物；郡主，书房寻到赃物；郡主，厨房寻到赃物。什么赃物？我说这朱雀街门户这么多，这贼人就偏偏落到了韦府。韦大人，敢偷我秦金枝的东西，你胆子不小。栽赃，这是栽赃！珠宝是他自己的人埋进来的，好狠的局！郡主，我韦家在京中也算得上是富户，为何要偷你的东西？恕韦某说句大话，您手中的珠宝，我韦府的库房要多少有多少。这些珠宝首饰都是皇后与陛下亲赠，世间独一份。韦家库房，帝后亲赠，要多少有多少，这种话，韦大人还是少说为好。郡主，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给韦某一点时间，韦某一定给郡主个交代。交代？铁证如山。韦大人要给我什么交代？郡主这话何意？京都府尹韦学义盗取藏于府中，暗绿金面鞭笞。你敢！黄口小儿也敢在我韦府撒野！屠呦，来得匆忙，只有烙铁了，韦大人体谅一下。我家老爷是京都府尹，你敢对朝廷命官动用私刑，就算你是郡主，难道这京城之中还没有王法了不成？王法这二字你可会写？秦金枝，你无法无天，横行霸道！我韦家可不怕你，你若敢动我，我必要到陛下面前告你的御状！你吵到郡主了，秦金枝，我不会放过你！既然你要告御状，那鞭笞就免了吧。我告诉你，秦金枝，我一定会举韦家满门之力，叫你在这京城里再也站不住脚。既然不能鞭笞，那就砍掉他的手。秦金枝，你别胡闹，
韦学义背后是京兆韦家，朝中不少官员都是韦家的门生，你若真的伤了他，肯定不好收场。崔家自称第一氏族，可是要了我的命。你这张嘴，怎么就专往人心窝子上刺？当年我爹联合百官逼宫陛下，都没让你掉一根头发，这祸你是怎么敢闯的？你若是敢动我家老爷，就算是陛下也保不住你。你说我韦府偷盗财物，你如何证明这些财物是镇北王府的？我还说是你强闯我韦府，入室逼。都说京城里的人一个个比猴还精，怎么还真有自己往钩子上撞的蠢货？我还以为今日在韦府听不到这句话了。屠呦，皇后娘娘与陛下所赠之物，皆有郡主的名字。金枝二字刻得明明白白。韦大人，这赃物是从你府库里搜出来的。有趣，太有趣了。我很开心，所以我决定亲自动手。放心，韦大人，我的手法。你敢动我一下，韦家与你不死不休。可是非常疼的。秦金枝，你这是私刑！你这是私刑！秦金枝，你不得好死！我不会放过你的！你简直就是个怪物！韦大人，这是什么表情？你不是最喜欢私刑了吗？让我想想，昨日还是大前世，你不是就用私刑将一对告状的老夫妇差点打死？那对状告无门、吊死在京都府衙门前的老夫妇，秦金枝，你这是在替他们报仇？他们是你什么人？不认识啊？你耍我，我不会放过你！就连秦叶，我也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屠呦，把那刑杖收了，仔细收好。这位韦大人最爱私刑这一套，回头说不准还要再借来用用。这东西沾过韦大人的私刑，为咱们镇北王府的狗都嫌脏。还不去找大夫？再晚点儿，你们家老爷明日可告不了御状了。老爷，你坚持住，我这就去叫府医。若是疼的没有实在受不了，我也不介意你吊死在镇北王府门口。回府。郡主，奴婢替你擦干净，这火把熏的沾了一脸灰。送崔小姐回府。你带我来韦府，到底是为了什么？你今天都看到了什么？恶人自有恶人磨呗。那京都府尹跟沈国公府勾结，草菅人命。遇上你秦金枝，也算他罪有应得。能给我倒杯茶吗？我现在有点恶心。郡主，他看见你杀人了，怎么不说话了？郡主，他是吓傻了吧？我回去了。郡主，你就这么让他走了？不然呢？郡主大费周章，就是为了吓唬崔小姐一顿。你呀，应该去跟飞燕做姐妹，只能执行，不能动脑子想。崔小姐救出来的那位姑娘，听到伤亲离去，已经哭晕过去2回了，会不会耽误郡主明天的事？若是连双亲被害的公道都讨不了，那就再把她扔回沈国公府去。奴婢明白。我空有一身侠义，却连一个枉死的公道都讨不回。秦金石今夜带我看的这一切，到底是想让我看清什么？哟，这不是沈国公府那位小公子吗？怎么被五花大绑吊城门上了？他平日里强抢民女，横行霸道，今儿总算栽了，这叫现世报。要我说，这就是报应，活该！我这是在哪儿？谁来拉我下去？看什么看？都给本少爷我闭嘴！还不快放我下来！等本少爷下来，一定收拾了你们！
你那国公府的威风呢？这会儿不嚣张了？你们知道本少爷是谁吗？放肆！昨儿明明还在天香楼喝酒，怎么一睁眼就成了这样？怎么一睁眼就成了这样？让我查出来是谁干的，我绝不会放过他！我绝不会放过他！这酸性怎么淡了？没意思。洪公公来传陛下口谕，宣您进宫。走吧。这老东西怎么回事？还说自己不是小心眼儿？你才回家1天，他就迫不及待地宣你进宫。他没有自己的孙女吗？祖父，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进宫呀？我还有好几张军报没看，你早去早回。不急，先坐会儿。民女教元儿状告沈国公府沈嬛强抢民女，京都府尹宣布检送，害我双亲含冤丧命。沈国公府与京都府尹勾结，罪大恶极，请陛下为民女做主。为学艺动用私刑却不肯受制也是值得。什么人竟敢敲登闻鼓，扰乱视听，给我拿下！你敲你的，不用管他们。请陛下为民女做主！什么人竟然敢在宫门前撒野？给我拿下！你竟然敢打禁军，与禁军动手，形同谋逆，还不赶紧去叫人！哟，这不是郡主吗？小的这眼神不好，老远的都没瞧见您。怎么，现在禁军只要眼神不好的？郡主又取笑我，这是怎么了？兄弟们怎么还倒下了？哟，杜甫统领您怎么躺这儿了？快起来！他是谁？你认识他？杜副统领，您刚到宫中当值，可能还没见过郡主。这位就是养在咱们陛下跟皇后娘娘膝下的金枝郡主，镇北王的亲孙女。原来你就是秦金枝，郡主又如何？他扰乱宫中秩序就要治罪，我杜冲今天就当是替天行当。来人，给我抓住他，关进天牢！杜副统领万万不可，金枝郡主身份尊贵，怎么能进天牢呢？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什么郡主不郡主？你们怕他，我可不怕。哼，陛下不过就是给他祖父面子，今天我还就非要治他的罪。云雀，你说皇祖父是不是该让御医瞧瞧耳朵了？这么久了，怎么还听不见？大胆，竟敢对陛下不敬，还不速速将他拿下！刚得的副统领，这关怕是要保不住喽。再不动手，全部按渎职问罪！李靖，你要抗命吗？那位可是连皇子都敢打的，咱们犯不上掺和。好，既然如此，我就亲自拿你！皇祖父让这样的人当禁军统领，这心可真够大的。哎呀，秦金枝，你敢打我！我要告诉我叔祖祖父，告诉陛下！把剑给我。请。你要告状的话，
光是这点伤可不够惨，我帮帮你。你要干什么？你敢伤我，杜家不会放过你的！这样看起来可就惨多了。还不快去带杜统领找御医！郡主，陛下等您半天了，咱别让陛下等着了。登文谷，听到了？听到了，听到了。陛下，这不就让奴才出来，将人带去太极殿？知道了，杜家不会放过我，怎么一个两个都不放过我？真是太期待了。你这剑太钝了，回头赏你一把新的。多谢郡主。走吧，郡主，步辇已经备好了。等等，赵婴儿，你可知敲着登文谷的代价？民女知道，敲响登文谷，便要受30的杀威棒。民女愿意受这杀威棒。李靖，你行刑。你若是挨不住，公道讨不了，命也保不住。民女知道。郡主，卑职开始了。洪公公，等他受完刑，我们一起进去。你若是能活下来，你的事，本郡主接着。京城太大，我太小了，哪怕他是恶鬼，我也要死死跟着他的脚步。郡主，好像没有气息了。云雀，葬了他吧。我还活着，没死就跟上。郡主，请上步辇。今天天气不错，本郡主想要走走。我还没给爹娘讨回公道，我凭什么去死？陛下，你一定要为臣做主啊！那秦金枝强闯微臣府邸，诬陷微臣盗取财物，目无王法，竟然动用私刑，在微臣脸上烙下这耻辱之字。他心狠手辣，还砍掉了微臣的手，心思歹毒，迫害朝廷命官。这小脑袋瓜里哪儿来这么多阴损招数？跟朕年轻时一模一样。谁哭得这么难听？哟，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本教主还当是哪儿来的丧门星？皇祖父，你找我？这是怎么回事？皇祖父，我的事先放到一边。登文谷，您听见了吗？洪德全，敲鼓之人可有带来？回陛下，敲鼓之人已经带来，就候在殿外。陛下，这登文谷开国至今，统共也只敲响过2回。速速将人带来，传赵渊儿。陛下，你要为我做主啊！哟，韦大人告状呢，气色不错啊。后面那个告状的更急，韦大人，等一等。你这目无王法的败类，搅乱法纪，无视朝纲，迫害朝廷命官，在陛下面前还敢这般轻佻？陛下，你是要彻底寒了朝臣的心吗？人家姑娘受了整30的杀威棒，才有资格走到陛下面前。你若也肯挨这30棒，本郡主替这姑娘做主，准你插个队先告，怎么样？这是怎么了？陛下，按律敲响登文谷，要先受30杀威棒。这姑娘方才刚受了刑，是硬撑着进来的。你有何冤屈？细细讲来。
朕一定为你做主。民女赵婴儿家住永兴巷，与年迈的双亲靠卖豆腐为生。沈国公之孙沈腾几番轻佻调戏，最后不顾民女意愿，强抢民女入府。民女双亲上门讨说法，被沈府门房打出门去，没法子，只好告上京都府。谁知那京都府以伪学艺，不但不接状纸，还动了私刑，把民女的双亲打成重伤，状告无门，逼得我那年迈的爹娘吊死在了京都府门前，只为求一个公道。民女一告沈国公府，沈寒强抢民女，二告京都府以伪学艺，草菅人命，请陛下为民女死去的双亲做主，还民女一个公道。是你？你不是早被送进国公府了吗？怎么会爬到这儿来？伪学艺，此女说的可是真的？陛下，这是污蔑，臣冤枉啊！哪句是污蔑，哪句是冤枉？韦大人倒说出来，让陛下分辨分辨。陛下，那对老夫妇分明是一对泼条无赖，把女儿卖进沈府，又翻脸不认，敲诈不成，才吊死在京都府前额。臣绝没有动用私刑，更没有草菅人命。臣是冤枉的，陛下。哦，这跟我听到的可不一样。大理寺的赵大人对这桩事也挺上心。上回赵大人帮我查清了下毒一案，我就还他个人情。那对老夫妇的尸首，我替他寻着了，亲手送了过去。尸首？乱葬岗的尸首，他怎么寻得到？来人，将韦学义暂且收押天牢，传赵无极进宫。陛下，臣是冤枉的，都是这刁民想害臣，您不能听信他一面之词啊，陛下。此事朕会查个水落石出。你若真是被污蔑的，只需等上几日，便还你清白。皇祖父找我什么事儿？你皇母后等你用膳呢。哦。哎呦喂，我的小郡主啊，您快放下，喜心累着您，奴才这就去叫人。不用了。等等，朕跟你一起去。你怎么总惹皇祖母生气？皇祖父，小时候你和皇祖母带我种的那棵树，开花了。这是怎么了？给他看看伤，后背挨了棍子。郡主放心，他没什么大碍，这棒痕看着吓人，其实没伤到里力，敷上我这药膏，7、8日就能好全。他这一晕，一半是疼，一半是情绪大起大落憋出来的，调理一下便好。一副安神补气的药。皇祖父这回又是怎么惹了皇祖母？其实不是陛下惹了皇后娘娘，昨日太子殿下来过，跟皇后娘娘不知为着什么大吵了一架。晚上陛下来时，娘娘正在气头上，一并就把陛下也撵出了寝宫。原来是那个蠢货。知道了，这几日让他在宫里好好养伤。郡主，小花园的果树结果了，特别酸，你一定爱吃。爬那么高也不怕摔着？这树我都爬过好多回了。再说我这一身肉可不是白长的。好，好，好，本郡主一定全给你吃光。不过你现下先去把沈流英给我叫来。郡主，你怎么一进宫找他？他能给你摘果子吗？
什么醋你都吃，快去。奴婢参见郡主。前几日散播流言那件事，办得不错，能为郡主分忧，是刘盈的福分。这张小脸当真我见犹怜，怎么可还想着那龙床？奴婢发誓，绝没有再勾引陛下的半点心思。别紧张，我这人不记仇，从前的事儿过去就过去了。抬起头来，龙床又不是只有一张，未来天子的龙榻，你可有兴趣？我皇祖父年纪大了，等他千秋万岁那日，宫里的嫔妃可是要陪葬的。太子正当庄年，府里子嗣却不兴旺。你若能怀上龙裔，母凭子贵，将来那后宫自有你一席之地。你的家族怕是还得反过来仰仗你。郡主的意思是要我去勾引太子？郡主究竟要我做什么？你看，跟聪明说话就是省心。我要你进了东宫之后，太子妃和2位侧妃不许再有新的子嗣落地。你自己的肚子争不争气，就全凭你的本事。当然，你也可以拒绝。不，我答应郡主。我会找机会让太子见到你，至于成不成，别让我失望。请郡主静候佳音。你这丫头真对我的胃口，识时务，有野心。我会派人把你的小娘和弟弟接来京城。亲爱的父亲，等着我，带着至高无上的荣耀回来索你的命。废物，都是废物，连个人都看不住。要你们看顾少爷，你们就是这么看着少爷的吗？众目睽睽之下，竟被人调到城门上去，我沈家的脸面还要不要？万一少爷从城门上失了足，你们一家老小的命都不够赔。这几个贴身伺候的，统统重责发落，拖下去，叫全府的奴才都睁眼看清楚。这简直是把我沈国公的脸面按在脚底下踩！查，给我查！若是捉到那人，我定要他扒皮抽骨，叫他求生不能。少爷不好了，关在柴房的赵婴儿她不见了。全都是废物，愣着干什么？赶紧给我去找！这个寒门出身的丫头，竟敢从我沈家逃跑！等抓回来，看老子怎么收拾她！大理寺巡捕，奉旨拿人。沈恒何在？什么狗屁大理寺！敢在我国公府撒野！来人，给我打出去！少爷，这些都是官差，动手怕是不好吧？我姑姑可是沈贵妃，谁敢拿我？沈少爷，我们是奉大理寺少卿之命办哀，还请您别为难我们，也省得自己多受些皮肉之苦。就凭你们也敢动我？我若少了一根汗毛，我姑姑定要诛你们9族！本官倒是不知，贵妃竟有这么大的权感。等明日进了宫，本官正好当面问问陛下。我当是谁？原来是你这个不知从哪个野乡钻出来的寒门新贵，就凭你也配见陛下？拿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疑犯，需要这么久吗？赵无极，你竟敢无视我！来人，沈府的人都躲哪儿去了？谁先打折他的手？少爷，我赏100两银子。少爷，那要是先打折了腿呢？200两。沈府众人抗旨拒捕，就地正法。大理寺巡捕是替百姓做主的先锋官，不是见了权贵就畏首畏尾的软谈。每人回去领20杖，再有下次，绝不轻饶。是大人。
把人带上，回大理寺。老爷，就是他，他要抓少爷去大理寺。你一个小小少卿，竟敢闯我国公府，速速将我孙儿放下！大理寺奉旨办案，闲杂人等阻拦，一律按抗旨论罪。沈国公，还请别给在下添麻烦。臣参见陛下。快，向宫中递份折子，我要见贵妃娘娘。我这摘的莲子准是全池塘最甜的，到时候王爷一高兴，说不定就把他书房那把环山弓赏给我了。瞧瞧，什么叫强盗？一碗莲子就想换王爷价值万金的环山弓？你明明能直接去书房偷，偏还要送王爷一碗莲子，真是太善良了。哼，打起来了，打起来了！云锦先动的手，都消停些，别把泥溅着郡主了。闹吧闹吧，谁今日摘的最少，晚上谁就别想上桌。郡主，门口有人求见。哦，什么人？那人捂得严严实实，瞧不清脸，也不肯通名，只说把这画本子递给您，您自然就知道他是谁了。哼，你那是什么眼神？青天白日的，你这是要装鬼吓人？你懂什么？这叫伪装。我跟你可是天大的对头，这要是让人瞧见我来你府上，我往后还怎么做人？我堂堂崔大小姐，为什么非要跟你们一起在泥塘里挖泥巴？他做的莲子羹真有那么好吃？我这张嘴可是挑得很。你是没尝过郡主亲手做的，吃一回保管你终身难忘。这也太苦了，这是药膳，当然苦啦。别气，这碗是甜的，尝尝。你怎么一点都不嫌苦？还行，我吃什么都一个味。大小姐，你今儿登我的门，到底所谓何事？给我解药。你这是连我都不怕了？我回去之后，把你说的那些话想了又想。哦，那你想明白什么了？我什么都没想明白。可我琢磨着，你压根就没打算杀我，你有那么多回能要我命的机会，全都没下手。既然你不想要我的命，那我还有什么可怕的？所以你就一路跑到我镇北王府来，张口管我讨解药。不然呢？这2天我身上越来越痒，痒得我整宿睡不着。你孤身进了我镇北王府，外头也没人瞧见，就不怕再也走不出这道门？你少拿这种变态语气跟我说话。我在天香楼那回，也没人知道我在哪儿。你真要杀我，像在宫里那次，直接把我丢进水里，多简单，不就完了？多省事儿。行了行了，快把解药给我。我又没给你下毒，哪来的什么解药？骗人！你说的那些症状，我身上全有。这几日越来越痒，这会儿都起红疹了。大小姐，你自个儿生了桃花癣，竟还蒙在鼓里。你每回行侠仗义，都要撒一捧桃花瓣。你不起红疹，谁起红疹？云哥，去把楚大夫请过来。我才不要他给我看，那个老骗子。郡主，您找我。搬来府中这些时日，可还住得习惯？劳郡主挂念，一切都好。你回去把章程好好预备预备。1个月后，我会向陛下进言，开放太医院的考核。届时，天下凡是习医之人都可前来应试，取前3甲，直接入太医院。郡主，此话当真？这考核不光民间的大夫会来，那些医学世家也少不了下场。这么多人争抢，却只有3个名额。楚大夫，你可有把握？请郡主放心，楚某绝不会辜负郡主的信任。楚大夫，不怪我。楚某愚钝，没听懂郡主的意思。我当初许过你，让你进太医院，如今却没履焉，反倒弄出这么个太医院考核。你不怪我？
当年我祖父治好了前朝皇帝宠妃的绝症，被破格选入太医院。可只因他出身乡野，便被院里众人百般排挤，到末里竟郁郁而终。我这一生的志向，便是重回太医院。可若我真就这么稀里糊涂进去了，难保不会重蹈祖父的覆辙。可有了这场考核，我的医术便能叫天下人都瞧见，医术与出身背景再无干系。楚大夫，我就等着看你在这考核之后，堂堂正正的走进太医院。楚兴生，跪谢郡主。起来吧，回去好好预备。这几日桃花泛滥，大小姐的桃花史想必是又犯了。这是玉露液，您把它涂在起红疹的地方，1个时辰便能消下去。走之前，我已把抑制桃花史的方子留给了府里的刘妈妈。大小姐回去记得按方服药。楚某告退。秦金枝，我有点看不懂你。秦金枝，我觉得你应该是个好人。为什么这么说？你这人是有些死，可遇上不平的事，又总肯替那些受欺负的人做主。你惩治强抢民女的沈恒，收拾那个草菅人命的京兆府尹，手段是不大光彩，可那些恶人是真被你治了。我还听说你替那受害的人去敲了登文鼓。我虽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帮我装病，可我就是知道你是个好人。天啊，咱们郡主给这位崔小姐喂迷魂药了吧？她竟说一个差点把她淹死的人是好人，3年前脑子里进的水到这会儿还没倒干净呢。你又不喜欢裴景年，为什么非要嫁给他？就算我跟裴景言的婚约取消了，裴家跟我崔家想缔结盟约，法子多的是，又不止这一种。你说说，这京城里头像沈恒、韦学义那样的人到底有多少？多了去了，京城权贵不都这样吗？就连我嫡亲的弟弟也好不到哪儿去。那他们仗着的又是什么呢？家族背景、门阀权势呗。京中权贵这么多，那到底哪一家才算这京城第一权贵？那自然是我崔家，我崔家可是第一氏族，我爹是丞相，崔氏族人在朝中也占着不少要紧的官位。可你爹不是已经被禁足在府里，停职查看了吗？3个月呢，这功夫都够一个朝代改朝换地了。你说等他出来，这丞相的位子还能不能轮得着他坐？你说崔家是第一氏族，旁的世家可认这个账？沈家认吗？杜家、韦家认吗？还有其余那些个世家，他们可肯认你们崔家？这第一氏族的名头，你想扶植裴家，到底要做什么？你看沈家如日中天，沈贵妃地位多稳，他弟弟沈查手握宫中禁军，是天子近臣。杜家竹正做着尚书仆所，直同副相，还是个一心向着陛下的世家，既有门阀的底子，又得陛下看重，这权势更胜旁人。再看韦家，韦学义的兄长是陛下亲封的淮南节度使，侄子是刑部侍郎，哪个不是位高权重？旁的世家也大都如此。这朝廷里头80%的要紧官位全攥在世家手里。可裴家呢？朝中拢共就一个吏部侍郎裴弘，连人人盼着的裴景年，到这会儿都还没踏进官场。你是想平衡京中这些世家的利益？你若这么说，倒也没错。可各家之间纵有些摩擦，骨子里到底还是铁板一块，利益是一处的。世家只肯跟世家联姻，原因就在这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紧得分都分不开。就算你想，裴家也未必肯配合你。可裴家嫡系3代里头，跟你崔家从没结过姻亲，你跟裴景年便是这回2家订约要献上的祭品。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难听？真的很伤人。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不能拒绝这场联姻？我受家族供养，
身上担着两族交好的使命，自然得替家族分忧。不对，是因为你没有足够的权势。我堂堂丞相之女，身份这般尊贵，还要怎样才算有权势？尊贵的身份，不过就是一具空壳。你若真有足够的权势，又何至于只能等到夜里去玩你那套所谓行侠仗义的把戏？所以裴家一定会倒戈到我这边来，倒在我秦金枝的权势底下。你这权势根本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帝后给的，是从那位手里来的。那是天子的权势，他如今就坐在这京城上头，俯瞰着整座江山。我不舒服，先走了。云哥，送送崔小姐。郡主，崔小姐这是怎么了？大概是想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吧。郡主，您为什么要跟崔小姐说这些？将来清算世家，崔家头一个跑不掉，您就不怕她回去告诉崔丞相？可他到这会儿都没猜到，我是要清算世家呀。郡主这是想让世家的女眷进场？你们说说，这京城里头什么人离权势最近？奴婢不知。当然是这些世家里头的女人，她们是权势养出来的，也是权势害苦的。她们离权势最近，可偏偏从没人告诉过她们，她们自己也能攥住权势。等她们尝过了权势的味道，你说，谁还甘心去当那个任人摆办的木头人呢？平衡世家势力，不会真是我想的那个人吧？小姐，您这脸色怎么白成这样？哎，您听说了吗？沈国公那个孙子叫大理寺给抓走了。你说沈环，他被大理寺带走了？可不是嘛！听说他强抢的那个民女逃了出来，敲了登闻鼓，一路闹到陛下跟前。陛下震怒，当即把这案子交给大理寺手里了。还听说那沈少爷拼了命也不肯就擒，赵大人就在沈国公府里动了手，最后只撂下一句奉旨办案，就把人拿走了。连那沈国公当场都软了腿，站都站不稳呢。折损几个小厮就把他吓成那样，这话也太离谱了些。奉旨办案，环儿，你可听清了，是奉的谁的旨？这京城看着是平静的湖面，只怕要骤起波澜了。护住郡主，一个都别放进前。昭昭伶俐，这可是我最喜欢的一件衣服。郡主，这回来的刺客训练有素，进退有章法，半点痕迹都没留下，武功也极高。奴婢瞧着，这些人绝不会善罢甘休，迟早还要卷土重来。这么一大帮子人，是怎么顺顺当当摸到我这院子，还一路没被人发现的？好啊！府里的护卫竟敢这般玩忽职守，我这就去寻王爷讨个说法。是该加强守卫了。郡主，今日这场刺杀透着不对劲，奴婢怀疑府里出了内鬼。镇北王府的护卫都是老王爷一个个亲手挑出来的，个个本领不小。18名刺客进了府，竟无一人察觉。奴婢以为这院里头定是有人替他们接应。王爷，府里这些护卫真是太不像话了！18名刺客闯进王府，竟没一个人察觉，这不是拿郡主的性命当儿戏吗？秦金枝，你到底交我河了没啊？去，把薛怀义给我叫来见我。是。可有受伤？真是猖狂，竟敢闯进我镇北王府行刺！祖父，您都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没习惯呀？给我来碗莲子羹。这2天我这火气可大着呢。哼！怎么，又催着您交兵权了？御史台那帮老匹夫张口闭口什么天下归一，朝廷不必再打仗了，
兵权该交回皇室。老子倒是乐意给你那皇祖父，他舍得收吗？国库早没钱了，他老人家的私库，上回又叫我刮了个干净。他这是不舍得掏银子养兵呢。老子自掏腰包养着100万镇北军，哼，倒叫他白落。哼，一个君臣一心的好名声，结果这帮老匹夫还联名弹劾老子，我真想一把火把那御史台给掀喽！弹劾您什么呀？无非是说您功高盖主，不敬陛下，不肯交权，必有异心呗。哼，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车轱辘话。哼，他们说不够，老子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你当真要嫁给裴家那小子？赐婚的圣旨都明明白白下了，我还能反悔不成？那不是当众打皇祖父的脸吗？我不管，反正我不同意。也不知你跟那老东西又在背地里捣鼓什么。横竖那小子休想踏进我镇北王府的门半步。薛怀义，前来请罪。薛统领，请罪哪有站着请的？薛怀义前来请罪，请郡主责罚。隔这么老远喊话，怪累人的。薛统领，往前挪挪。薛统领自个儿说说，这罪该罚多少？属下御下不严，教导无方，致使郡主遇刺，理当重罚100鞭。是属下的玩忽职守，与薛统领不相干，请郡主责罚我等，饶过薛统领吧。薛统领还等什么呢？是等着我亲手扶你起来吗？请郡主行刑。你过来。薛统领，你带出来的人果然忠心。听到刚才薛统领的话了吗？王爷，都是属下等人失职，与薛统领无关，还请免了薛统领的责罚，我等愿意代薛统领受过。这是郡主的院子，一切由郡主做主。王爷，住口！没听到郡主的话吗？行刑！加20鞭。郡主打得好，使劲的打！你们也觉得本郡主罚得太重了？薛统领没错，这不公平。我倒是不知道，离开3年，这镇北王府就姓了薛。郡主恕罪，属下绝无以下犯上之意。你别忘了，在这镇北王府里，我要谁死，连祖父都保不住他。薛统领，希望你能牢牢的记住，今天你一共背了多少条人命。哟，这里还有一个。薛统领，他看起来对你最忠心，既然这样，就由你亲自动手吧。是我对不起你们，薛怀义心生妄念，断送无辜之人性命，请郡主再给属下一个机会。所以你放刺客进来，是想让我死？郡主，属下就算是自己死，也绝不会伤害郡主性命。刺客一事，属下会给郡主一个交代。别紧张嘛，开个玩笑，回去好好休息。你这忠心的狗腿子太听话了，让他重重的打，他就真下这么重的手。瞧给我们薛统领抽的，快回去养伤吧。属下告退。瞧你给这些人喂的，这镇北王府都快不姓秦了。跟我有什么关系？这王府我1年才能住几回，再炖一蒸。你最好能劝住你那些干儿子，别等到我的刀砍到他们头上，才说我不顾念你们的父子之情。云云，你干什么去？不吃晚饭了？你们小厨房的拿手菜都给本王上来，还有那桃竹醉都给本王上来。郡主说了，你身体还没好，不准你喝酒。我是他祖父，
他还能做得了我的主？你敢怎么办？我就说不喝不喝，这丫头非要我尝尝，乖孙怎么回？气死了！老头没人权。小姐是来见夫人的吗？我这就将人带出来。你真是见我做什么？有本事你杀了我！我一见到你这张脸就恶心。如你所愿。小姐，夫人没有气息了。还不出现吗？小姐是在说谁？来了。还真是他派来的人，不是要杀我，怎么还不动手？参见郡主。为什么不杀了我？怪我做什么？我可担不起。郡主应当是猜到我们的身份了。他既下了刺杀我的命令，为何不杀？凭你们的身手，铁了心要我的命，云雀他们4个拦不住。龙羽卫本就是为郡主而生，等您18岁生辰一过，龙羽卫便会现身。在那之前，我们只护世子妃周全，世子妃调不动龙羽卫，却有3次下令的机会。第1次帮他假死，第2次把那封信送到我手上，第3次就是今日刺杀。郡主怎么知道？镇北王府的人不是废物，他假死，府里不可能查不出半点风声，除非是镇北王府的人在替他遮。他凭空冒出来，只有知道王府暗线的人才能把那封信经我手底下的人原封不动递到我手上。至于今天这场刺杀，更是个笑话。薛怀义就算对我心生怠慢，也万万不敢真叫我出事。王府里机关重重，外人想神不知鬼不觉摸进来，一个都不惊动，绝无可能。除非你们本就是王府的人，大张旗鼓的杀，却连我的身都没进过。云雀他们招招要命，你们却只守不攻。我若还看不出来，才真是废物。我在父亲书房见过一份名单，上面整整81个名字。父亲死时，身边多了62具无名尸首，加上你们这18个，正好凑齐这份名单。不对，62加你们是80个，这名单上还少1个人，最后那一个在哪儿？龙颜10年前便已经亡故了。我8岁那年，府里来了个断臂小厮，后来一场刺杀，他替我挡了一剑，死了。没错，那就是龙颜。您8岁那年，属下以为世子妃要与您相认，万没想到他竟对您下此毒手。龙羽卫本该自裁谢罪，可您身边的云雀姑娘宁肯自废一身武功，硬生生把那碧落之毒引到自己身上。也就在那时候，龙颜自断一臂，脱了龙羽卫的身份，悄悄去到了您身边。他来府上时，我只当是哪家塞进来的卧底。他太不像个小厮了，他什么都没做，只在我院外扫地干粗活。郡主，对不起，快跑！那时我不懂他为何救我，连他名字都不知道。阿言，老爹啊老爹，
害死你的人与情郎比翼双飞，可笑。郡主，您的手，您没杀世子妃，您是拿这一刀逼我们现身。那匕首根本没刺进他腹中，只划开了我自己的手掌，血全抹在他衣上。远处看不真切，你们便都当我真杀了他。他会昏过去，是我掐他脖子时，手上抹了归西香，吸进一点便昏睡不醒，气息浅的几乎探不到。特殊时候正好冲中假死的药。跟我走吧。我爹让你们护的是镇北世子妃，可世子妃18年前就已经死了。这宅子里躺着的不过是崔子云的外室姚妙音，堂堂镇北世子妃，宁可假死私奔，去给崔子行做一房外室，这般人也配你们在手？楼宇卫遵命。您怎么能划自己的手？要划就刮我的手。这不过是我的猜想，若是猜错了，你这一刀岂不白流血？您是千金之躯，下次绝不许了。好，好，好，下次我直接划那个女人，成不成？送我进宫吧。没事，就是想皇祖母了。参见郡主。郡主可是要入宫？宫门已闭，郡主若要进宫，须等明。住口！郡主何时进宫？哪里轮得到你插嘴？郡主，卑职这就为您开宫门。只是这时辰不撵一时不好传唤，您可否稍后片刻？不必传不撵了，我自己走进去，你把门开了便是。卑职这就去。谢郡主赏。金枝怎么这个时候来了？这混球半夜3更的，不会又给朕惹了什么祸吧？皇祖父怎么在这儿？我还想问你呢，半夜3更的怎么过来了？彩环，把皇祖父的被褥搬到偏殿去。混球，你做什么？我今晚要跟祖母睡。皮猴，小猴崽子，你出去打听打听，谁家孙女半夜把祖父往外撵去跟祖母抢床睡的？朕可是皇帝，皇帝懂不懂？朕发起火来很厉害的。陛下，奴婢带您去偏房。还不带朕去？皇祖母，当年皇祖父真的帅到让您宁可退了婚约也要嫁他。当然不是，你皇祖母我当年也是闻名10里的大美人，求娶的人能从街头排到街尾，什么俊俏郎君没见过？那您到底为什么选他？阿英，我会让你成为这天下最尊贵的女人。傻孩子，就为这一句。咦，您怎么还没走？你这什么样子，头也不梳，活像个疯丫头。这么大个人了，还要跑来跟祖母睡？怎么，晚上怕小鬼来挠你脚心？是啊，我怕，所以才要跟祖母睡。不像有的老头
活该守空房。好你个小猴崽子！你祖母好不容易松口让我留宿，你倒好，半夜把我撵去偏平。你出去问问，天底下哪家孙女干得出这种事儿？我这不是长大了吗？我要还13岁，咱仨还能挤一张床睡呀？我抽烂你这皮猴！一大把年纪了，还动不动抽人，也不怕闪了你那把老腰？胡说！老子身子骨结实着呢，你再不听话，还能抽你20年！哼，我才不上当！你肯定是瞧见你祖母过来了，故意站着不动，想让她骂我，没门儿！你说你这老头心可真脏，看什么都往外出想。你干什么？祖母、祖父打我，您瞧见没有？用这么厚的鞋底子抽我！你个老东西，柳眉倒立，又欺负我乖孙！我真没打，我就是吓唬吓唬他。你们2个都过来给我打下手！掉电了，祖母我帮你，我最会打下手了，不像祖父什么都不会。等着，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你！祖父，您劈柴？这是什么语气？你祖父当年横扫千军，力拔山河，区区劈个柴算得了什么？这劈柴真干不了，逞能添乱。说的就是您。还是你的手艺，几10年没变。这才像个女孩子嘛！父皇、母后，你们这成何体统？哼，朕做什么，还轮不到你来管。父皇贵为天子，怎能吃这般粗鄙之食？母后身为当朝之母，却弄出一副农妇作态，简直有损中宫体面。粗鄙之食，朕当年打天下的时候，连树皮都啃过，更何况这是你母后亲手做的。她是皇后，她爱做什么便做什么，轮得到你在这指手画脚？快吃，吃完祖母带你去后园挖埋的酒。金枝郡主，见到姑为何不行礼？少在我宫里耍威风，给我出去！乖孙别理他，咱挖酒去。行了，气都气饱了，朕这饭也吃不下去。我去屋里坐会儿，谁也别跟进来。我出去转转，您快回去劈杂招吧。仔细一会儿祖母出来，火气全撒您头上。不许闯祸！郡主，我在这儿。太子往哪个方向走了？我刚听太子殿下说要去拜见沈贵妃。比他还小几岁的小娘，他一进宫就巴巴去拜，倒比见亲娘还殷勤。你看着点祖母，我去就回。阿叔，我跟金枝郡主并无血亲，郡主还是称呼我为太子的好。我有一事想说，还请一步。我跟母后到底是母子，我们之间的事，用不着你一个外人来劝。你跟皇祖母的事，确定要在这大庭广众下说？传出去楚军与帝后失和，群臣对我的心思就要动摇。也好，我正有几句话要警告你。你要说什么速速讲，过一会儿还要去拜见贵妃娘娘。太子拜见沈贵妃这么勤，不知道的还当她是你亲娘呢。
住口！贵妃娘娘也是你能非议的。皇祖母怎么会生了你这么个蠢货？你刚才说什么？我说，你是个蠢货。放肆！别以为父皇母后偏疼你，你就能为所欲为。姑乃太子，就凭你这句话，姑就能砍你的脑袋。那等你从水里出来，记诛我九族！救命！来人！阿叔没听过吗？一人不进庙，两人不看景。秦金枝，你竟敢谋害储君！等我上去，一定好好收拾你！那也得等你能上来再说。要杀了我！你文不成武不就，不能替皇祖父分忧，还总惹皇祖母生气。既然这样，你就去死好了。秦金枝，你大逆不道，竟敢谋害未来天子！来人呐，救命！未来天子，那也得未来才知道。要真让你这蠢货坐了那位子，我才真没活路。皇祖母让你学符水，你偏听沈贵妃的，说此举粗俗，有失体统。你要是学会了，这会儿自己就能爬上岸，何必等人救？你看，你的沈贵妃救得了你吗？我一定会杀了你！那就等你真坐上皇位那天，再来杀我。堂堂储君，不会水还敢跟人到湖边，连个内侍都不带，今天真淹死在这儿都没人知道。太子这是怎么了？狡猾，掉水里了，赶紧把太子送回皇后娘娘寝宫。传太医，快来人，传御医！多谢郡主救下太子，咱家定会跟皇后娘娘如实禀报您的恩情。皇后娘娘，不好了，太子落水了！什么？太子为什么会落水？快请太医给太子诊治，顺道把柳姑娘也请过来。还愣着干什么？给郡主送桶热水去。你干什么？你装晕干什么？湖水太凉，刺激的寒毒发作。我刚才是真没力气。这是新药，能让你体内的碧落之毒稳定下来。我会让人加急寻找兰芝草。你也真是不要命了，明明知道自己有寒毒，还敢往那湖里跳。你不会叫侍卫救他吗？那太子也是，不会水往水边凑什么？唉，还连累你寒冻复发。我给他踹下去的。我什么都没听见，当我没说。跟我这么长时间了，心理素质怎么还这么差？胡说，我已经做心理准备了，只是没准备这么多。那就别准备了，你去给太子下点药，让他这几天都下不了床。你疯了，我疯了！杀太子，那可是诛九族的大罪。观音菩萨，戏女好像疯了，刚听到有人要我谋杀太子，求您让戏女恢复神智吧。神智留着干什么？听我的，保你平安。再说了，谁说让你杀太子了？我说让你给他下点药，让这几天下不了床就行。你早说嘛！可在皇后寝宫里给太子下药，也不是什么小罪名吧？这要是被抓到，我还怎么当天下第一女神医？我当天下第一女囚犯吧。这是皇祖母的寝宫，我的地盘。再说了，你不会找飞燕帮你？飞燕这么敢干，给太子下药她都敢。你哪来那么多废话？
这是我新研究的药浴配方，给你驱寒的。皇后娘娘，太子殿下无碍，就是呛了水又受了惊吓，等微臣开一个方子给殿下服用，便可痊愈。彩环，送送太医。微臣告退。怎么回事？太子怎么掉水里了？他脑子不清醒，我让他进水里洗洗脑子，谁让他惹你生气？我与他母子离心，终究母子缘浅。我听那柳姑娘说，你现在受不得寒，那湖水凉得要命，你也敢往下跳？我水性好得很，毕竟可是皇祖父亲自教的。就会哄我开心。贵妃娘娘，您不能硬闯，这是皇后娘娘的寝宫。赶紧给我让开！太子殿下昏迷不醒，本宫自然要去探望。小心你的脑袋！您若想探望太子，也得奴婢通传皇后娘娘，之后请娘娘定夺。您这样贸然闯宫，是对皇后娘娘不敬。放肆！本宫要探望太子，你到底是何居心？再不让开，本宫要你的脑袋！贵妃娘娘，您不能进！娘娘，你没事吧？谁竟然敢行刺贵妃娘娘？快来人！刺客，有刺客！贵妃怎么在这儿？这是困了要睡觉，睡觉怎么不绞干头发再睡？这样会生病的。秦禁之，你竟然用水泼我！我泼的是门口的地，看着碍眼，不知道为什么会泼到贵妃。你们也是，贵妃来了怎么也不通报一声？郡主，奴婢刚才说要通传皇后娘娘，但是贵妃不知听，非要硬闯，还让福公公将我推倒了。你叫什么来着？来福。回郡主的话，奴才叫荣福。什么破来福？那是狗才叫的名字。你推的。这小宫女忒不懂规矩，竟然敢上手阻拦贵妃娘娘。贵妃娘娘凤体若是有损，她几个脑袋都不够赔。你推的。秦禁之，打狗还得看主人，你这是打我的脸！如果这是你的要求，我可以满足你。你想干什么？沈交房年前，耳朵如果没用，我可以替你割掉。刚才是奴才心急，不小心推了这位姑娘，奴才给这位姑娘赔礼了。福公公既然赔礼了，现在能让我们进去看望太子了吧？嘘，郡主，您还想怎么样？嘘，跪下。什么？你要我给他跪下？我的脸！你竟然敢在宫中伤人！我说了，没用的东西就得扔掉。奴才给这位姑娘赔罪，还请救主大人有大量，原谅奴才的过失。如果一会儿没有任何聒噪的声音，我就原谅你。早这样，何必还搭上一只耳朵？你刚才说什么？可以去看望太子了吗？既然已经赔礼了，我这回总可以见太子了吧？交房殿今日不见客。
陛下，臣妾真是活不下去了。你又跑去招惹他做什么？陛下，您这话是什么意思？臣妾是太子的长辈，听说他落水昏迷不醒，心里担忧去探望一眼，难道也有错？姐姐怎么能这样对我？你何苦去攀扯皇后？皇后又没把你怎么样。什么叫皇后没把臣妾怎么样？那金枝郡主若不是听了她的话，怎么会这样作践臣妾？臣妾日日对姐姐恭恭敬敬，对太子看护有加。到头来还是臣妾错了不成？臣妾不活了。爱妃，你这是做什么？皇后性子直爽，她那脾气，要真想作践你，早就打上门去了。金枝顽劣，你是长辈，难道还要当真跟她计较？陛下，您这是包庇。金枝郡主都18岁了，寻常人家这个年纪孩子都生了，还是什么孩子？他何曾尊重过我这个长辈一次？荣福是我身边伺候多年的老人，他竟当着臣妾的面割掉了荣福一只耳朵。荣福又是怎么惹到他的？臣妾想去看望太子，姐姐竟让人把我拦在门外。那小宫女胆大包天，动手推了臣妾一把。荣福救主心切，这才上前拦那小宫女。谁知郡主张口就要荣福跪下，给一个小宫女赔礼道歉。荣福不过慢了那么几分，郡主一刀就把荣福的耳朵割了，这何其残忍！荣福可是臣妾身边的老人，郡主说动手就动手，半点没把臣妾这个贵妃放在眼里。臣妾往后还怎么在后宫服众？陛下，您要给臣妾做主啊！金枝从小养在朕膝下，性子随了朕，是顽劣了些，调皮了些，可他是个好孩子。回头朕让他亲自登门给你赔不是，也一定重重训他一顿。你往后别再往皇后宫里去了，想探望太子，等他回了东宫你再去。陛下这是什么意思？是嫌臣妾多事了？他把臣妾的脸面狠狠踩在脚底下，臣妾以后还怎么在这后宫里立足？这日子，臣妾是再也熬不下去了。胡说，何至于此啊，爱妃！你跟一个孩子计较什么？这样吧，朕罚他禁足3天，你看如何？3天？陛下怎么不干脆说罚他少吃几口饭得了？这个好，那就罚他不许吃饭，给朕的爱妃出出气。陛下，您当臣妾是3岁小儿吗？今天臣妾还非计较不可。她秦金枝再金贵，也不过是个异姓王家的郡主。今天她敢踩臣妾的脸，明天她就敢连您也不放在眼里。您今日必须严惩她。爱妃想怎么处置？依臣妾看，罚郡主50戒阵，抄100遍宫规，最后再禁足半年，以儆效尤。50戒阵是不是太多了？他自小娇生惯养，50戒指下去，一双手都得废了。镇北王才刚回京，朕就让金枝禁足，难免他要多想。宫规嘛，可以抄，让他好好抄就是。那兔崽子最讨厌写字了，就罚他抄宫规，正好治他。陛下，臣妾下了这么大的脸，陛下竟只罚他抄宫规，这后宫，臣妾是再没脸待下去了。爱妃，要不这样，爱妃打朕几下出出气好了，都是朕教导无方，才惹爱妃恼了。陛下说什么呢？臣妾怎么舍得伤陛下的龙体？陛下是知道的，臣妾最爱陛下了。朕自然知道爱妃的心意，这满皇宫就属爱妃最善解人意，不然朕怎会这般偏疼你？陛下，臣妾这回可是受了天大的委屈，您可得补偿臣妾。好，爱妃想要什么，朕都满足你。陛下，臣妾的弟弟在家已经反省好些日子了，他知道错了，不如就解了他的禁足，让他回来当值复命吧。
审查失职是重罪，朕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没重罚他。这会儿解了他的禁足，让百官怎么看？他们会觉得朕轻看了皇后的安危，御史台那边朕也没法交代。陛下，您刚刚才答应什么都满足臣妾的，您莫不是诓骗臣妾？君无戏言啊，陛下。好，好，好，这样，朕解了审查的禁足，不过审查身上还带着伤，等他养好了伤再回来复命，也算给皇后和文武百官一个交代。爱妃觉得如何？谢陛下，陛下对臣妾最好了。看在陛下的面子上，臣妾这回就不跟郡主一般见识了。臣妾这可都是给陛下面子。朕就知道你最贴朕的心。那小王八蛋早说了，审查3个月都下不了床，仿佛面具一般。感情他就是算准了你会来求情。3个月，有3个月，够朕做很多事了。你把他留在这儿做什么？我见到他都心烦。您不是嫌东宫那几个儿媳妇看着碍眼吗？我给您送个看着顺眼的来。什么意思？奉旨照顾太子的那位，沈流莹。你说流莹？沈家分支里的一个庶女，走的是沈贵妃的门路才进的宫。流莹是沈家人？是沈家人，可偏偏是跟沈家有仇的那种沈家人。就算沈家待他不好，毕竟也是他的家族，会不会反水？他进宫是为了他小娘跟他弟弟，这2个人眼下都攥在我手心里。我这交房店竟也被人钻了空子。您安心，有我这尊罗刹镇在这儿，那些个小鬼借他10个胆儿也不敢放肆。你把沈贵妃身边的荣福当众废了，又下了他那么大的脸，他必定要跑去你皇祖父跟前告状，求他责罚你。洪公公已经传过口谕了，罚我抄宫规100遍。下了他这么大的脸，竟只罚你抄宫规，那女人几时这么好说话了？听说她原是要请皇祖父打我戒尺，再禁我的足，让皇祖父给劝下来了。他就这么咽下这口气，同意了？怎么可能？他转头就要陛下复了审查的职。我就说嘛，那女人一肚子狐狸心眼儿，怎肯轻易松口？原来在这儿算计着呢。他是狐狸，那我就是条大尾巴狼。你跟你那皇祖父倒真像是一对亲爷孙，心眼子多得跟蜂窝似的。那可不，既要抄宫规，皇祖母陪你一道抄，再叫彩环他们几个都来替你分担。不用不用，我自有人帮我抄。你再给朕说一遍，这王八羔子到底说什么？郡主说，让您帮他抄100遍，反了天了！朕这就去皇后宫里，把这混账丫头狠狠抽一顿。这混账还说什么了？郡主还说什么？郡主说，您若是不帮他抄，他就把您藏在皇后娘娘后花园里的酒全拿去喂二花。二花是御膳房师傅新买的那头猪仔。朕非把他抽得爬不起来。那可是埋了20年的10里香，拿去喂猪。你还站在那儿做什么？还不快去找几个会写字的太监宫女来！难不成要朕亲手把这鸟玩意儿抄上100遍？奴才这就去叫人。哎呦，吓煞咱家了，咱家还当真要去抽郡主呢。天底下还有比他更混账的孩子吗？竟敢使唤他祖父替他抄宫规，他怎么不去使唤他祖母抄？等天一黑，朕就把那坛10里香
挪个地方藏实实。陛下，杜庶书求见。杜忠，让他进来。臣杜忠参见陛下。杜老不必行此大礼，快快请起。洪德全，赐座。多谢陛下。不知杜老今日进宫见朕有何要事？陛下，臣此番进宫是想请问陛下，这镇北军往后到底该如何安置？镇北军嘛，自然是由镇北王安置。陛下，如今我晋国四海安宁，已不必再起刀兵。可那100万大军至今只听命于镇北王一人，长此以往，镇北王难免有拥兵自重之嫌。那依杜老看，又当如何？镇北王应当上交兵权，这镇北军交由兵部统一安排。镇北王常年在外行军打仗，这兵权嘛，不急在一时。镇北军足有100万之众，兵部统共才多少人手？别给兵部添这份乱了，还是让镇北王自个儿管着省心。陛下，万万不可！镇北王素守边关10几年，那边关的百姓只认镇北军，不认皇权。镇北王功高盖主，兵权若不收回，恐生大祸呀！杜尚书多心了，朕与镇北王乃是少年相交的情谊，他断不会负朕。陛下三思啊！历朝历代多少功高盖主的将领，到头来动生谋反之心。臣这一片苦心，也全是为了陛下的江山社稷着想。为朕的江山着想，还是惦记着朕的江山？镇北军是皇室能与世家宫廷抗力最硬的那根脊梁，收了他，二人离了心，你们世家便好放开手脚，共谋大业了。算盘倒是打得真响。杜老这片忠心，朕都记下了。只是这兵权一事，容朕再好好想想。此事事关重大，等朕细细想过了，再请杜老来商议。陛下圣明。杜老可还有别的事要与朕相商？回陛下，就这一桩事。陛下，老臣身子年迈，这一路走来有些撑不住，请陛下允老臣在这儿歇上片刻。杜尚书辛苦，洪德全给杜尚书上一盏参茶。多谢陛下。陛下，老臣能不能再讨一盏？这参茶果然厉害，老臣的体力恢复了些。洪德全，给杜尚书再上一盏参茶。听说前几日金枝跟你家小贝拌了几句嘴，还动了手。你家孩子没伤着吧？不过是小孩子之间玩闹，哪里值得陛下放在心上？我已经教训过杜冲了，冲撞了金枝郡主该罚。过些日子，老臣便让他上门赔个不是。哎，什么罚不罚的，金枝那性子朕清楚，皮得很，还请杜尚书别见怪。郡主伶俐可爱，老臣怎会见怪？小贝的事，陛下您也别往心里去。要朕说啊，这满朝上下就只有杜尚书跟朕一条心。要是个个都像杜尚书这般心胸豁达，朕也能少操些心。多谢陛下夸赞，老臣已经歇够了，这就告退了。洪德全，送送杜尚书。仗才刚打完，处处都等着收拾。这些人不想着体恤百姓，倒先盘算上了。老狐狸，你等什么呢？还不快去找人，给那混账丫头抄宫规！哎，奴才这就去。我懂了。飞燕，去，给我和皇祖母再满上。我就说这老东西把酒藏哪儿了？古琴是灯下黑，藏到我这儿来了。他老人家要不是藏在皇祖母这儿，咱俩还喝不上呢。郡主，您把陛下的酒都喝光了，陛下会不会生气啊？没事儿，
晚上皇祖父肯定偷偷来给酒挪地方，他挪到别处酒没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一会儿你往坛里灌满水，再把这酒坛搁回原处。啊，那陛下一喝，不就尝出来里头是水啦？他不敢喝，十里香，十里香，香味飘十里，光是开坛就十里飘香。他可不敢让皇祖母闻见。哎呀，好久没这么痛快喝过一回了。郡主，使不得呀，您不能喝酒。来晚了，那2口我可已经喝下肚了。郡主御寒，这酒是大热之物，喝了对身子不好，还是少饮为妙。不过娘娘倒可以用一些，这十里香里头有上等蛇灵草，对娘娘身子温补。可惜了，我一个人喝着也没什么意思。娘娘要是不嫌弃，民女陪您一块喝。这可是20年的十里香，人间难得的极品，民女也想尝尝呢。柳姑娘还是个女中豪杰，好，就陪本宫同饮。金枝这回是没口福喽。你凭什么能喝？谁让我又没中毒呢？郡主，我去趟小厨房。郡主，太子殿下已经睡下了。这几日太子都歇在宫里，交房殿也闭门不见客。等太子走的时候，要是不能把你一块儿带走，你对我就半点用处都没有了。郡主放心，刘盈一定不会让您失望。这是你小娘跟你弟弟给你写的信，拿回去慢慢看。放心，他们已经到京城了。我会替你安顿好。多谢郡主大恩。是小娘和弟弟的子，他们真从那虎狼口里逃出来了。这些事你都认？不过是2个老东西，死了就死了。本少爷看上他们家的女儿，是他们8辈子修来的福气。哼，还敢哭爹喊娘，晦气！早知道就该让护院直接打发了他们。赵无极，我就是承认了，你能奈我何？你敢抓我？你敢动我吗？等我出去，看本少爷怎么收拾你！我姑姑是当朝贵妃，我祖父位列3公，这天底下谁敢动我？各位御史大人，方才这些话可都听清了？什么？御史大人？无耻败类，害群之马！今日这供词，我等亲耳听了，明日朝堂自有公论。赵无极，你阴我！你这个卑鄙小人！就算你把御史找来又怎样？有我祖父跟姑姑在，他们定会保我无事。我沈氏一族是100年大族，就算陛下也得给我们沈家3分颜面。等我出去，一定让你好看。是个人都要皇祖父给3分颜面，皇祖父这脸可真够大的。你都这时候了，还敢嘲笑我？你给我等着，等我出去，有你受的！郡主说沈环是个蠢货，我先前还有几分顾虑，如今看是真蠢。陛下下了旨拿人，他竟还指望陛下放过他。洪公公，你也听清了。洪公公，洪公公救我！
您快去跟陛下说，让陛下放了我。陛下可是我姑父啊！等我出去，一定重重谢您。赵大人，该听的咱家都记下了，这就回宫向陛下复命。大人可有要带给陛下的话？这些劳烦洪公公呈给陛下，请陛下圣裁。咱家这就回宫了。我送您。洪公公，我是沈恒啊！您没听见我说话吗？你跟这个赵王吉是一伙的，等我出去，让我姑姑好好治你！呸！你这老货，给我等着！站住！站住！你们站住！你们都给我站住！贵妃娘娘，陛下怎么会下旨把环儿抓进大理寺？不过是芝麻大点的一件小事，怎么还惊动了陛下？不说您，我都替您愁，连个人都看不住，一个小姑娘竟能从国公府逃出来，一路跑到宫门前敲了登闻鼓，您说陛下能不知道吗？什么？还敲了登闻鼓？这可如何是好？娘娘，您一定要救救环儿，他可是您亲侄子啊！怕什么？满京城谁不知道沈环是您沈国公的孙子？那小姑娘都闹到陛下面前了，总得给陛下一个交代。您可不能不管环儿，那牢里的苦头，她哪儿受得了？哼，不过关几日罢了。瞧您心疼的，审查挨了几十杖，如今还卧床起不来，也没见您急到哪儿去。这怎么能一样？环儿自小娇生惯养，从没吃过苦。再说审查在府里将养，又没性命之忧。您身为贵妃，放个人，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您说的倒轻松，陛下前脚抓人，我后脚就把人放了，这不是当面打陛下的脸吗？要是陛下恼了我，审查什么时候才能官复原职？我不管他受不受得了，这几日必须给我老老实实关在里头。要是耽误了审查的前程，您那宝贝孙子就等着陛下发落吧。可是，别可是了，等这阵风声过去，我打个招呼，上下打点一番，人不就出来了？也对，有娘娘这句话，环儿就出不了大事。陛下，臣等联名弹劾沈国公家风不正，仗势欺人，草菅人命。沈贵妃德不配位，纵容侄子强抢民女，还有前些日子审查失职一案，至今未曾彻查。陛下，臣冤枉啊！你自己看清楚，这上头可不止强抢民女一桩。陛下，这都是污蔑，他们都在冤枉环儿，你一定要给环儿做主啊！环儿自小心善，绝做不出这等丧尽天良的事。沈国公也知道这些事丧尽天良，可铁证如山，您还要狡辩吗？这供词上连沈环的亲口认罪都白纸黑字写着。陛下，这一定是有人哄骗了恒儿，您万万不能听信这些谗言呐！朕这些年确实听信了不少谗言，才会被你们沈家蒙的耳聋眼瞎到这般地步。沈国公教子无方，总得沈环闯下这等滔天大祸，撤销国公府世袭罔议，家产充公，赔给那些无辜死去的人家。沈贵妃身为皇妃，管不住族里，德不配位。念他诞下皇嗣有功，降为贵嫔，以示惩戒。沈环千刀万剐，明日午后菜市行刑。陛下，陛下，环儿还小，求陛下饶过他吧。他都已经急惯了，还说什么年岁小？那些被他害死的人里头，难道就没有年纪小的吗？
陛下此举乃大义，陛下圣明，陛下圣明。贵嫔，他刚才说，贵嫔，你刚刚说什么？再说一遍。旨意已经传到了，贵嫔娘娘接旨吧。不可能，陛下不会这么对我的！我要见陛下，我要见陛下！娘娘，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咱家这就告退了。都是沈田，本宫就差最后一步，全毁了。郡主，你找我？走吧，你们跟我去个地方。有危险吗？废什么话，快走！一会儿真有危险，我可第一个跑。郡主，赵大人，原来是来见你啊！那我就放心了。郡主，牢房的守卫我都调到别处去了，里头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有人听见。听见也无事，走吧。秦金枝，你怎么在这儿？你是来看我笑话？做梦！我姑姑跟我祖父很快就能救我出去。断他一条腿。秦金枝，你要干什么？你敢动我，我祖父不会放过你的！我跟你拼了！秦金枝，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等你做鬼再说。不过有个人倒是想见见你。是你！我说你怎么逃出去的？原来是搭上了秦金枝。等我出去，看我怎么收拾你！留口气，他明天还得死在刑场上呢。你敢！秦金枝，你刚才说什么？什么刑场？你说！你要做什么？你想让我死？我错了，我不该抢你入府。等我出去，我让沈家赔你1000两，怎么样？不，1万两，1万两够你这辈子不用愁了。1万两，可以让我的父母活过来吗？你父母不是我杀的，是魏学义，他想向我祖父卖好，是他杀了你父母，你去找他。救命！救命！你害死我爹娘的时候，可曾想过会有今天？这笔账，今天我替全家讨回来！别让他死了，让他坚持到明天。行。知道了。吊着这口气1个时辰都跑不了。走了，回府晒太阳。